大家好，天气转热后呢，叶菜类的作物就会慢慢变少啊。空心菜算是很常见的第一道菜哈。一旁农历过年前种植的木瓜已经在开花了。木瓜其实也有很多人喜欢拿来凉拌或是煮排骨汤啊。另外，地瓜叶与苋菜呢，在强烈的日照下生长的会更为快速啊。种植过程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给予大量的水分。以上三样是夏日必备又可以轻松种植的叶菜类，满足了基本叶菜类需求，就可以随自己的想法种植了。这利用四季豆遮阳做出的天然网式棚架呢，四季豆已开始开花了，成了第五道菜啊。虽然说大家比较喜欢在夏天时种植豇豆哈，不过豇豆直接水煮时呢，容易出现豆腥味啊。加上豇豆的藤蔓比较粗，叶片也比较厚重，这简易搭起的直立细瘦竹棍呢，不容易撑起如此重责大任哈，比较适合无缝接轨的种植在一旁的棚架里啊。遮阳计划成功后呢，内部打算种植绿宝石莴苣了。绿宝石莴苣是福山莴苣大陆妹的后代啊，但是很奇特啦，并不如大陆妹一样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啊。改良后呢，可以种植的时间反而减少了，这日后再进行介绍啊。而将土壤弄成沟槽的意义，除了可拿来补足四季豆的土壤外呢，也是要再次确认夏日莴苣类不变小的种植方式啊。本来打算晾干土壤，看一下土壤的疏松程度与引粪的数量啊。在一旁清除豆棚内杂草时呢，明明感觉有黑影经过有点神奇啊，却没有看到狗的出现啊。出现了一个念头果然是 Coffee 啊。从以前的影片就常见到刚修整过的菜床呢，他要么不满意，得亲自再修整一次呢，或是觉得得亲自试躺一下才会安心他老大是异常的冷静啊，个人是在苦笑之外呢，却不敢惊动他避免他突发的冲动呢，误伤到更多无辜的菜啊，只能在一旁继续除草与浇水让秋冬作物奶油莴苣可以在反季节种植中呢功成身退啊。拿我来了像是在告状，识相的 Goffy 终于自己走出来了。虽然这几天日照不大，但后院还是比较凉啊。个人在青葱旁腾出空间，准备种小玉西瓜时呢，他又到一旁角落搞东搞西了。就先不理他，到前院继续看一下夏天可以种植的菜了。四季豆在日照充足的位置一样可以生长一旁的金针花呢，天气转热又有水汽之后呢，每天可以采收一大包开始思考晒干保存的方法而真不知道种什么作物呢。槟榔心芋头也是喜欢日照又喜欢水的作物啦。在进行说明豆科植物修剪的方法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下无缝接轨的种植方法啦。这也是为何这结构比较好的棚架看起来却比较空洞的原因目前正处于进行作物替换的时间苦瓜已经开始努力往上爬上棚架了。而棚架外侧呢，日照较强的位置也应景的种了几株长豇豆了。内部日照比较低，则又是补上几株四季豆家庭种植时呢，分批种植很重要啊，这样菜才有办法源源不断别等到全部采收完才又种植下一波了。个人是在一旁遮阳用的四季豆进入开花期之后呢，才陆续将原本棚架的粉圆豆、指甲敏豆陆续做置换的动作了。因为新生的四季豆已经开始大量开花就可以更为随性的进行修剪了。
但是因为还得帮下方的奶油莴苣进行遮阳哈，所以还不能进行一次大清理的动作了。关于藤蔓攀爬类作物呢，尤其是瓜果类哈，会习惯将下方的叶片摘掉啊，让底茎的位置长得粗壮一点，储存养分啊。豆科植物一般是就让它自由生长，比较省事啊。不过为了内部种植作业方便哈，日前也将下方的叶片都进行摘除啊，就成了 Goffy 方便从这钻进钻出的缝隙了。目前看起来底茎非常粗壮结实哈，上方花苞数量呢也异常的多了。不过不清楚是否摘除底茎的叶片有关哈，因为这位置的土壤呢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土跟引粪啊。以前主要又只是种植叶菜类为主哈，得再多做几次尝试呢，才会清楚是否有提升效果了。但是简易主管的效果呢，轻松又高产哈，是很让人满意啊。另外，长江豆底茎下方的叶片与侧枝呢，选择进行修剪，除了不影响其他作物生长外，另一个原因是豇豆的豆荚超过30公分啊，底下已经准备开花的位置，若是不修剪掉呢，豆荚长出后很容易会出现接触到地面的状况啊。让靠近地面的位置维持通风，不容易得病之外呢，另外的考量，在浇水或是施肥时呢，也会比较方便顺手啊。由于豆科植物的根系带有固氮作用，拥有自行抓取空气中氮气的能力哈，叶片修剪后很容易就又长出新叶了。因此出现黄叶或是长得奇怪的叶片呢，甚至看不顺眼，影响到通风性或日照的叶片，也都可以摘除啊。豆科植物呢，只要有日照，叶片很容易就会再长出了。层层堆叠过多的叶片呢，没有日照，反而无法行使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了。不知如何抉择时呢，就可以考虑将下层的老叶摘除啊。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种植考量与实作经验啊。总之呢，豆科植物叶片修剪容错空间非常大，不用担心叶片过少的问题就是了。以上都是夏季可以反复采收又容易种植的10几样菜啊。谢谢收看。